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要介绍的书是藤田弘一郎老师的《重返青春：医学证实的真正抗衰老》。本书是从最新的医学信息中精选出对抗衰老的话题。藤田老师说，尽管日本人的寿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能健康活力的生活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相信的健康方法是错误的。确实，从科学研究中得出的一些信息，可能在细节上对健康有益，但总体上却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在今天的视频中，我想要从这本书中精选出多角度考虑的年轻化法则，来正确理解和实践健康法。我想要介绍的内容有以下3个部分：第1章是寿命的技术券端粒；第2章是导致身体氧化的根源活性氧；第3章是老化的主要元凶是 ages。这些内容都非常有趣，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通过了解老化的原因，以帮助我们发现许多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保持年轻的方法。请务必观看到最后。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第1章将探讨关于寿命的技术券端粒。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3个重点问题。第1点，端粒是什么？第2点，不缩短端粒是否意味着能够活得更长？第3点，如何避免端粒缩短？让我们立即开始逐一详细讨论。重点1：什么是端粒？人的老化速度因人而异，长寿基因是其中之一与老化速度相关的因素。长寿基因有助于控制老化速度。另一个影响老化速度的因素是端粒，它位于染色体末端，类似于染色体的尾巴。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导致端粒逐渐缩短，从而确定了细胞的分裂次数。因此，端粒被称为寿命的技术券。在人类胚胎细胞培养中，大约在分裂50次后，细胞停止分裂并进入老化状态。这种细胞分裂次数由染色体末端的端粒决定。端粒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其 DNA 序列通常由 A、G、C、T 等碱基构成，呈纵向排列的结构。端粒的 DNA 在每次细胞分裂时会从末端丢失。出生时，端粒长度约为10000个单位，但当减少到1半的5000个单位时，据说人的寿命就会结束。每个人都有寿命，逐渐接近寿命结束的现象称为老化。然而，老化的速度因人而异，端粒是肉眼不可见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简单地检查其长度。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了解自己的端粒是长还是短，那就是观察外貌。南丹麦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外貌显老的人实际寿命较短，而看起来年轻的人端粒较长。也就是说，外表看起来显老的人端粒较短，可能导致寿命较短。另外，根据教授的研究，人的寿命几乎不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75%的寿命取决于从出生到今天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端粒的长度取决于环境因素，即所谓的生活习惯。2005年，伦敦医院的博士及其团队发现，肥胖、吸烟和缺乏运动的人端粒较短，说明不良的生活环境可能导致端粒缩短。请务必牢记这一点。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第2点，端粒不缩短是否意味着更长寿？关于这一问题，白泽卓二博士在白泽高龄医学研究所进行了相关研究。白泽博士一直致力于在长野县的高山村的住民进行调查研究。该地区的男性平均寿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每个人的高龄医疗费用也最低。高山村拥有温泉资源，还有众多种植苹果和葡萄的农场，居住着大量的老年人。白泽博士对这个村庄的24名老年人的红血球的端粒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在这24人中，有22人的端粒长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不让端粒缩短可能是长寿的一个因素。这些村民大多以当地生产和消费的食物为主，过着无压力的乡村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是预防端粒缩短、实现健康长寿的关键。例如，这里生长的葡萄和苹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尤其是葡萄中含有延长寿命基因的成分白藜芦醇。经常摄取这样的水果可以预防端粒缩短。有效利用端粒可以延长寿命，并降低使用端粒的频率。相反，疾病、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过度运动和压力等因素相互影响，会导致端粒缩短，相当于浪费寿命的技术券。另一方面，增强免疫力，摄取抗氧化食品可以保持端粒的长度。被认为维持端粒长度的营养素主要存在于肝脏、绿叶蔬菜和水果中。叶酸缺乏会导致血管和神经受损，使称为保护性半胱氨酸的有害氨基酸在血液中增加。这种同型半胱氨酸会加速端粒的缩短，因此需要确保摄入足够的叶酸这些营养素来预防端粒缩短。然而，过度的行为都应该避免，因为过量的摄入可能会损害健康，所以需要慎重考虑。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不缩短端粒的注意事项。有人认为，减少每日卡路里的摄入可以避免肥胖，甚至保持年轻。因此，有些人选择不吃早餐，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不吃早餐会导致午餐后血糖急剧上升，容易积累脂肪。数据显示，不吃早餐的人比吃早餐的人更容易增加5倍的体重。根据国民健康营养调查，日本人的摄入卡路里在2005年摸底调查后是1903千卡，但到了2011年下降到了1849千卡。尽管摄入的卡路里更少，但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却增加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吃早餐，或者饮食时间变得不规律。最近随着一餐制饮食的流行，很多人选择只吃1餐或2餐。我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应该注意不要吃过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的食物，也要注意不要让饮食时间过于不规律。另一个可能会缩短寿命的因素是过量饮酒，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端粒缩短。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改变生活习惯，努力追求健康长寿吧。第2章：活性氧化物对身体的影响。在第2章中，我们将探讨活性氧化物的问题。现代社会以方便为代价，增加了活性氧化物的产生率。食用加工食品和快餐等食物会增加活性氧化物的含量。此外，呼吸含有化学物质的空气，例如在体育馆和有害物质较多的建筑内，同样会增加活性氧化物的产生。这些活性氧化物是促进老化的因素，因此体内过度生成活性氧化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无法摆脱活性氧化物，但我们需要确保建立有效的机制来抑制和清除它们。这就是所谓的增强抗氧化能力。我们将讨论如何增强这种抗氧化能力，以清除体内的活性氧化物，保持年轻的生活习惯。总结为3个要点。要点1：生活习惯中产生活性氧化物的因素。要点2：活性氧化物会缩短寿命。要点3：如何在日常饮食中增加抗氧化能力。让我们详细讨论这些要点。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生活习惯中产生活性氧化物的因素。我们的身体就像是由线粒体引擎和解糖引擎2种混合引擎运作。线粒体引擎每天通过500升的氧气进行呼吸，将摄入的营养物质燃烧成能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大约有2%的摄入物质会转化为具有强氧化作用的活性氧。此外，剧烈运动等导致呼吸加快时，活性氧会进一步增加。正如之前所解释的，食用加工食品或暴露在有害物质中也会增加活性氧的含量。此外，不咀嚼而感觉美味的食物的增加也是导致体内活性氧增加的因素之一，因为咀嚼会产生消除活性氧的效果。同时，长期强烈的压力下，持续缺乏睡眠、吸烟、过量饮酒等都会导致活性氧的增加。微波炉、手机等发出的微弱电磁波也会产生活性氧。总的来说，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要避免产生活性氧本身是相当困难的。当然，一定程度上抑制活性氧的产生是可能的，但在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通过锻炼抗氧化能力来对抗活性氧。
至于具体方法，我们稍后再讨论。现在首先来谈谈活性氧是如何缩短寿命的。活性氧会导致前文所述的端粒缩短，即缩短寿命。此外，活性氧还会氧化细胞膜的脂质，损伤细胞核的基因，引发炎症。活性氧与长寿和老化之外，还与免疫功能下降有关。免疫功能的下降与胸腺萎缩有关。胸腺是 T 细胞分化增殖的中心器官之一，是免疫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身体的抗氧化能力下降，导致胸腺萎缩，免疫功能降低。此外，活性氧还是糖尿病、脑中风、心肌梗塞以及诸如癌症、认知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等严重疾病的原因之一。活性氧参与了血液中的 LDL 胆固醇，加速动脉硬化，促进血管老化。与过去相比，皮肤失去光泽，稍微跑步就感到气喘吁吁，这可能是细胞氧化加剧开始生锈的迹象。然而，并非人体对此毫无防备，身体拥有有效的抗氧化机制和抗氧化能力，其中心是将活性氧夺走并削弱其攻击力的抗氧化酶。然而，一般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内产生的抗氧化酶的数量和活性会逐渐减少，因此从外部摄入抗氧化物质来增强抗氧化能力变得必要。通过充分摄取抗氧化物质，即使体内产生活性氧，也可以通过身体内的抗氧化酶和摄入的抗氧化物质共同作用来防止身体氧化的发生。我现在要详细介绍如何通过日常饮食来增强抗氧化能力。我们都知道，能够增强体内抗氧化能力的成分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硒等矿物质，以及番茄红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植物色素和苦味成分，如多酚。茶叶中的茶氨酸、芝麻中的芝麻素等也是多酚的一种。这些成分能够发挥抗氧化作用，原因在于，即使是植物，在夜间不进行光合作用时，也会吸氧排二氧化碳，但氧气很容易因微小变化而转化为活性氧，从而损伤组织。因此，植物为了保护自己并延续生命，产生了被称为植物化学物质的抗氧化物质。抗氧化成分中有些能够支持体内生成的抗氧化酵素，使其长期保持作用；还有一些能够迅速应对产生的活性氧，并直接清除，发挥短期作用。要保护身体充分的抗氧化能力，最理想的情况是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由于抗氧化成分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摄入各种不同来源的抗氧化成分是必要的。因此，摄入蔬菜、水果、海藻、蘑菇、豆类、种子、香料等各种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偏食。为了抗衰老，摄入抗氧化食品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备受关注。然而，目前还不太清楚每种食品含有多少抗氧化能力。因此，在美国，决定综合评估食品中的抗氧化物质，如茶氨酸、黄酮类化合物以及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含量，并进行标示，这就是所谓的 ORAC 值。在美国，已经有很多食品标有 ORAC 值出售。为了保持健康和年轻，了解食品的 ORAC 值非常重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较高抗氧化能力的蔬菜包括芦笋、芹菜、西兰花、卷心菜、胡萝卜和洋葱等。此外，在探索自然界中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物质时，我们发现了一种叫做蜂胶的物质。蜂胶是蜜蜂从植物的芽和花蕾中收集的树脂成分制成的。蜂胶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大量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黄酮类化合物。此外，蜂胶中还含有抗氧化维生素，如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A， 以及抗氧化矿物质，如硒、锰、铁、锌和镁等。因此，蜂胶被认为具有抗癌、抗菌、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强化血管、抗炎症、抗疲劳等多种作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抗癌作用。具体而言，蜂胶被认为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抑制肿瘤生长，并且有助于减轻副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癌症中心的教授已经确认了蜂胶对癌细胞具有杀伤作用，而且蜂胶对正常细胞没有影响，只对癌细胞造成损害。最近的实验表明，蜂胶能够抑制端粒酶的活性，从而延缓衰老。可以说，蜂胶是大自然的一种神奇药物。希望未来的研究能更多的关注这个方面。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第3章，老化的元凶 ages。我想谈谈如何保护身体免受老化的伤害。我会继续列出3个要点进行讲解。1. ages 是老化的元凶。2. ages 促进老化。3. 愚蠢的大脑制造 ages。首先，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 ages。当血糖水平过高时，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会与之结合并发生变性，结果原本清晰的蛋白质与糖的化合物形成了 ages。随着 ages 的增加，蛋白质会转化为 ages， 导致衰老加速并寿命缩短。这就是 ages。ages 的生成是一系列单向反应，一旦产生 ages 不会恢复为原始的蛋白质和糖。ages 原本是清晰的蛋白质，就像沾满了糖一样黏黏的物质。此外 ages 不仅失去了原始蛋白质的功能，而且很难从体内排出，长时间停留在血管和组织中，导致各种健康问题。体内 ages 的积累与其产生的量成正比。但需要注意的是， ages 不仅仅是由高血糖在体内产生的，还可以通过摄入富含 ages 的食物进入体内。在烤面包和烤饭团等食物中观察到的棕色焦糖是 ages 生成的证据。当炒洋葱时也会变成褐色，这也是因为产生了 ages。这就是说 ，ages 隐藏在我们日常摄入的食物中。当然，完全不摄入 ages 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要尽量减少摄入是很重要的。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 ages 促进老化的第2点。ages 对老化的促进，其中一个受到影响最大的蛋白质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占据了体内前蛋白质的约30%，维持着我们的体型。当 ages 渗入胶原蛋白纤维并将其连接在一起时，就会破坏所需的弹性和张力，这样就无法获得必要的弹力和韧性。尽管胶原蛋白是皮肤组织中构成的重要蛋白质，但它也存在缺陷，因为胶原蛋白纤维是由 ages 缺陷组成的，因此 ages 会导致血管老化。因此，当发生 ages 时，骨骼的强度也会降低。当血管中的胶原蛋白被 ages 化时，不仅会失去弹性，还会刺激平滑肌细胞增加数量。当平滑肌细胞异常增加时，血管会增厚，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会引发加龄黄斑变性，导致视力障碍。此外，白内障也会因 ages 而产生症状。而与 ages 最相关的眼部疾病之一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糖尿病的3大血管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眼部网膜血管受损的疾病，进一步加剧了糖尿病的发展。此外， ages 还被认为与癌症的发生有关。ages 不仅在组织水平上，如胶原蛋白等方面会积累，而且在细胞水平上也会积累。当 ages 在传递遗传信息的 DNA 中积累时，可能成为癌症发生的诱因。为了避免各种疾病，我们都应该注意 ages。最后，我想谈谈愚蠢的大脑产生 ages 的问题。提到人类是在愚蠢的大脑指导下行动的，而不是听从聪明的肠道的指示，因此导致了各种疾病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受糖尿病之苦，因为他们听从了大脑的指挥。肠道不喜欢糖分，即使摄入糖分，多余的糖也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 ages， 并在身体各处积聚，导致脑梗塞、心肌梗塞等疾病的发生。长期以来，人类历史约为500万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主的。大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种植小麦和稻米，并在约1200年前开始食用大米和小麦粉。从遗传的角度来看，
即使是从1万年前到现在，我们的身体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身体是为早期的饮食习惯而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白米和面包中的碳水化合物。虽然大脑渴望白米和面包，但我知道它们对身体有害。当摄入含糖食物时，大脑的奖励系统会被激活，使人感到愉悦。然而，这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对糖分越来越渴望，无法抵制吃薯片的诱惑，也是同样的原因。结果，体内的糖分过多，导致 AGEs 增加。快餐食品如汉堡包、炸薯条，以及长时间暴露于空气和紫外线中的食品，被加工成罐头保存的肉类，氧化变色的油脂制品如人造奶油和人造黄油，以及经过微波炉加热的食品、罐装咖啡和碳酸饮料等。这些看似大脑需要、对身体有益的食品，实际上在体内产生了 AGEs。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高果糖玉米糖浆，这是一种糖的替代品。碳水化合物中的葡萄糖会生成 AGEs， 但比葡萄糖更危险的糖就是高果糖玉米糖浆。这种玉米糖浆比普通砂糖甜6倍，而且易于制造，因此被广泛用于凉茶、糖果、烤肉酱等食品中。然而，高果糖玉米糖浆的 AGEs 生成速度比葡萄糖快10倍，据说具有比葡萄糖更高的成瘾性，一旦摄入就会更加容易上瘾。我强烈建议在选择食品时仔细检查成分表，如果发现标签上有果糖、葡萄糖浆、果糖浆等字样，就要格外注意了。那么这次的内容如何呢？藤田先生指出，为了保持年轻，保持肠道环境良好是最重要的。日本人的肠道细菌数量较少，平衡也容易受到影响。他呼吁大家学习调整肠道环境，以保持年轻。肠道环境的重要性在很多年度的书籍中都有所提及，所以如果你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现在正是一个意识到的好时机。此外，本书内容丰富，涵盖了从保持年轻的基础知识到专业内容的各个方面。通过阅读本书，正确理解健康法，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您将能够每一天都充满年轻活力。愿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并在追求年轻的道路上取得成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